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内置 App， 该轮到备忘录 App，英文 Notes。那这款 App 呢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第一代的 iPhone 就已经内置了哈，应该是哈，即便不是呢，也基本上是伴随着几乎整个 iPhone 的生命周期，一直有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原来这个功能手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对，上了年纪点的人比较熟知的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啊这种三巨头的年代，不太会有一个叫 Notes 的或者是记录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手机真的就是打电话用的。除了记录一些通讯录、电话号码以外，那个都不能叫通讯录，那就是一个电话号码对应一个人名，也很少会再去记第二个号码或者是地址、邮箱等等等等，更别提像生日、爱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就更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竟然可以把电话号码存在 SIM 卡上啊，所以你说再来一个记事本，那就显得有点更意义不大。但是在三巨头挺立的那个年代，我们还有一款产品，比较小众，在商务里面用的比较多，也是大部分数码爱好者追捧的一个对象。特别是在三巨头的晚期，这种物体呢就非常的兴盛了。我们把这种物体当年啊，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名称了。当年我们把这个物体叫做 PDA 啊，应该叫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应该是这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吧，个人数字助理啊。它其实长得跟现在的手机就非常的像了，只不过呢会配一根笔。之前听过，如果听过我就是前几期的节目，应该专门讲过屏幕，我有聊到过电阻屏跟电容屏。那个时候那根笔呢是用来在电阻屏上面去进行一些书写跟点按的。那个时候的理念呢，就是把一个轻量级的类似于电脑的操作系统装在一个非常小的设备当中，成为一个你的数字助理。也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吧，我也用过类似的产品，就是这种 PDA 数字个人助理，把手机也结合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种设备是能插手机 SIM 卡的 PDA。我还有过那么2台，也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智能手机最原始的雏形了啊。因为在当时的 PDA 领域还诞生过一些巨头，比如说我们熟知的 Palm 啊，就是其中之一。当年 IBM 也出过， Apple 也出过。就是如果了解 Apple 的产品历史的话，应该知道有一个产品叫做 Newton 啊，就牛顿啊，那个也是 PDA， 那个都是当年风盛一时了。当然，不管是三巨头所霸占的移动电话领域，还是个人数字助理的领域，最终完全被像 iPhone 一样的智能手机整合其中，并且每一件事情都比他们这些做得要好得多得多。那这除了科技的进步以外，更多的包含的是一些创新的内容在里面。那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设备，我们在移动的个人计算终端上面才有了可以写点什么、记点什么的必要性。我还记得2007年 iPhone 刚刚发布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看了发布会，还没有摸到真正的手机。因为从发布会到手机真正的开卖，到你真正的能拿到手里，其实还有小半年啊，甚至超过半年的时间呢。那个时候很多媒体都在猜测，像 iPhone 这么小的屏幕，在虚拟键盘上面去展示所有26个英文字母的按键，对它嗤之以鼻啊，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对它产生一些怀疑。因为当时的 PDA 领域就是因为
虚拟屏幕极其的难用，所以像 Palm 这种 PDA 当年的巨头，他就坚持使用实体键盘，他一定要用这个真实的26个按键英文字母的按键去进行打字，所以那个时候他在 Palm 在商务领域是非常流行的，特别是收发邮件这一方面。那你听到这个，如果看过我之前讲邮件那期的节目，你也知道，像这样的产品，它注定在中国是不能流行的，这绝对的小众啊，因为邮件在中国就不吃香，具体原因可以参考我上一期讲邮件的那期节目。那正因为我们因为 iPhone 的出现，去认可了个人数字助理这样的一个物体啊，在我们身边存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你想想看，我早期视频也说过 ，iPhone 是现在人体最重要的外置器官之一，它已经成为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你可以什么都不带，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带这个手机。虽然我有的时候不带手机，我只带手表，但一个意思了。所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前提到来了，所以像备忘录这样的 App 才会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才真正的具备了能够取代我随身带一个笔记本记事本我是说不是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笔这样的需求。当然目前还有很多人是有习惯随身带笔跟纸的，它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你随时可以记点东西撕下来一张给别人这个是数字产品没有办法具备的。但是呢，其实数字产品也有这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吧，就是像隔空投送这种方式。但是隔空投送呢，始终没有我觉得在 iPhone 用户当中有多少的人知道隔空投送这个功能呢？可能不超过一半。凭我在 Apple Store 的工作经验，我觉得不超过一半。那么其实我先放下有些人不知道某些功能，先把这个抛开不谈，我只是说现在的 iPhone 已经完全具备了取代纸质的记事本和笔的功能，打字的速度足够快，而且特别是我升级到 iOS 18这个测试版以后，语音识别的准确率有一个本质的提升让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我打字经常有遇到错别字，然后改了2遍甚至3遍也没有改对，就是拼音老是按错的时候，我竟然会产生一个念头，就是说这个输入法真难用，我应该切回到听写语音转文字，对吧？所以如果没用过的话，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iOS 18的听写真的是有一个本质的提升。3段文字可能你只需要改那么2、3个字，甚至完全不用改，包括标点符号。所以说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前提，我们像备忘录这个软件才能够存在。那也有很多跟备忘录的竞品了他们也做的都非常好，比如说特别是在 iPad 上的 Good Notes， 还有这个应该叫 Notion 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叫 Nobility 吧这几个软件是我能记得住的，包括微软的 OneNote。其实这些都是专注在做记事本用来取代一个记事本的功能的这些 App。那相比那些第三方，我刚才提到的第三方 App， 其实备忘录这款内置的免费软件，它的功能明显是不如那些 App 多的特别是在这个手写笔记这一方面。但是备忘录 App 仍然是我用的频率最高的一款记录的 App， 原因很简单，第一，它是内置方便，那于此而来的，只要是内置软件，它的审美一定是在线的，然后它的整合度一定是在线的，它的客户就是使用体验一定是在线的。那唯一留给一些第三方 App 的生存空间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功能上。你比如说我备忘录设计了10个功能，那我第三方 App 呢可能有20个甚至50个，我功能比你多比你全，那这个我
可能对于某些功能是刚需，而备忘录又没有提供，那我没办法了，我只能用第三方。比如说早期备忘录它的手写功能、手写笔记功能，不是那么的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 GoodNotes 就马上主打这个手写笔记的市场，也就是说，它可以创建一个数字的记事本，这个本子上呢，跟你随身携带的那个本子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你用手写的，然后也可以识别，也可以去这个修改等等等等啊，还是蛮好用的。但是你会发现，随着 iOS 版本的升级，我们内置的这个备忘录，它内置的功能就越来越多。我下面会尽量的回忆几个我还能记得出的，此时此刻我能记得出的备忘录的几个功能，你可以核对一下这些功能你知不知道，并且用没用过啊？比如说，现在的备忘录有手写跟画画的功能。在画画的时候，它有各种不同的笔触、颜色和透明度给你选择，而且也有自动纠正功能。比如说，你画一条直线，保持住就是一个直线；画一个圆，保持住就是一个圆。那非常方便，连画带记这样的一些功能。当然，在 iPad 上，如果你有个 Apple Pencil，那就是更加的方便了。那手写这方面也完全可以把它自定义啊，有很多人说，哎，我用这个笔在备忘录上用手写记，记完了之后能不能转换成印刷体呀？这个我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顾客这么问我，那我其实都跟他说，你这个是个伪命题啊，你能问出这个问题，其实是你有一个弯没转过来。你为什么要把手写体转成印刷体呢？问这样问题的人普遍年纪比较大，而且不会拼音。所以他总是希望把自己拿笔在本子上写的字转换成印刷体代替打字好看一点。但其实我们稍微懂一点这个产品逻辑的人都知道，这种需求不就是手写输入法吗？你要备忘录和笔干嘛呢？对吧？那我正常设计的一个用一根笔在 iPad 上去记笔记，不就是为了保住我的手写体吗？如果我手写完之后再把它转换成印刷体，那跟一个手写输入法又有什么差别呢？那只不过一个是在下面写，一个是在上面写，对吧？那当然还有，确实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手写字特别快，但是一般手写字特别快的，你写的都是连笔字、行书这种，对吧？那你如果写这种特别草、特别行书的，那它识别率也会大概率的会降到一个你不太能接受的范畴，所以说，大部分如果你只是想去用文字进行记录的需求，其实都跟这个手写笔的关系不大。你直接打字，大概率上都比你用手写要快。所以现在很多人提笔忘字，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写字慢啊，写字快，就是其实这个我这个怎么说才对呢？就是我就正着说吧，就其实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打字真的比写字快啊，很多这个用户，特别是上点年纪的哈，他总会觉得，哎呀，这个拿键盘这么打字不愿意打啊，所以要不然微信那个语音为什么这么流行呢？那只是这一批人。你去看一下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部分的在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人没有用那么多语音的啊，也没有经常说用笔写字的。为什么年轻人或者社会中坚力量他不用笔写字？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写的太慢了。我哪怕用最笨的这个全拼的方式去键盘上打字，我也比你手写的快。更何况我打字还会有联想啊，还会有这个语义猜测这些功能，以后只会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我刚才提过 iOS 18推出的这个就是听写的功能，已经大大的改善了它的准确率。那我觉得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可以每个人使用的这种程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就以后更不用去写字了啊。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些软件去写字呢？就比如说最新的 iOS 18里面，我们推出的备忘录有一个功能叫做，你只要用手写你的手写体，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
调整成比较漂亮的，而且符合你的手写风格的这种字体。当然，目前只限于英文啊。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功能？其实现在你再用这个功能，大概率上应该都是在 iPad 上，你不会在 iPhone 上用这个。那在 iPad 上面，很多学生想要记笔记，一方面他习惯于手写体，快速的记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呢，手写体便于你的思考。很多时候，你因为手写，你的大脑会跟你的手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啊，你会感觉你的手跟大脑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更好的这种整体的感觉。那么你这个手和你的笔记就会配合你的思考，配合得更好。这个是很多创意人士能够就是比较深有体会的。那与此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用手写，我可以随时的去用图形来记录。比如说，我画一个思维导图，比如说我马上画一个图形来代表我的意思。这个是键盘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可能以后的 AI 自动生成图片，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形成啊，但是大概率上它是没有办法替代手绘的。所以其实现在更多的人在 iPad 上用一个 Apple Pencil 去用手写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原始笔记，它大概率上会要配图。那我不太能够理解，如果一个人他写了几万字，全是文字，而且全是手写体，这是为了什么啊？这个我不太理解。你用听写也好，你用什么也好，效率更高，查找也更容易，为什么要手写？想练字吗？当然练字有专门的练字软件，你何必这么折磨自己呢？所以现在我觉得，如果还在用笔来用自己的笔记去写的，基本上都是你上课啊，大学生课堂学习的时候，为了记录一些东西，然后旁边就要画。像我很多时候去读一些技术性的书籍，或者说我想去用一个学习的心态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要有一些笔记的时候，我那个笔记上一定是有图形在的，一定是有一些像思维导图啊，一些随手画出来的一些东西啊。而现在最新的 iOS 18版本的备忘录 App， 它能够把你随手画出来的草图，通过 AI 自动的转成一个画的非常好的一个图片。那这个也是在用人工智能去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更漂亮的、可读性更强的、更利于查找的一个笔记、一个文献，能够存在你的 iPhone 当中，或者你所有的 Apple 设备当中。所以聊到这儿以后呢，我们会发现备忘录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它是通过 iCloud 帮你去备份和同步的。那这就是太大的一个优势了。我不管换了哪一台设备，我只要登录我的 Apple ID， 我所有的笔记和记录就全都在，而不用再去装一个软件，然后再在那个软件中再登录账号。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毕竟 iPhone 不是一个10年20年都不换的东西啊，大概率上大部分人2到3年会换一个吧。可能20%-30%，2到3年会换一个，40%-50%，3到4年会换一个啊。其他的可能5到6年换一个，就是我盲猜哦。但不管怎么样是要换的。那每次换机，你如果都是用海量的第三方软件，其实这个还是我认为有点痛苦的。那备忘录还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功能，比如说你可以去设置提醒事项，你可以去设置这个那个叫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就是第1点、第2点、第3点、第4点那个，不是叫列表，一下子忘了哈，就大家明白我意思就好了，反正这个不重要。然后你可以改变字体啊，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其中的某一条笔记加密啊，通过你的 Face ID 或者 Touch ID 来进行解锁。包括你可以邀请几个人进来，同时去编辑一条备忘录啊，这些都是一直都有，而且蛮实用的一些功能。而且备忘录作为 Apple 的原生 App， 也有非常丰富的小组件啊，可以放在各个地方去使用。如果你有 Mac 电脑的话，它的同步也是非常方便的，也是一个轻量级的应用。
其实话说轻量级，我的备忘录里面应该有接近1G 的容量了。就是看大家平时使用的多少，以及你插入的媒体多不多。如果你备忘录里面经常插照片，像有的时候我做一些课堂笔记，我会拍一些板书直接插到备忘录里或者是扫描一些书本上的这个材料放在备忘录里面，那样的话你的备忘录的容量肯定会高。但是有 iCloud 应该还好，因为毕竟照片都在用 iCloud 了，那备忘录也应该是用的吧。好，那这一期就是我们聊备忘录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如果觉得想听到更多更方便获取到我的更新，也欢迎点个关注。我们下次再见。